北京新上线的传统服饰展都有哪些重要看点呢？本次的展出地点是北京东岳庙，展品只有汉服，而且只提及了汉、唐、宋、明这4个主流朝代，没有脏东西。10块钱门票也不贵，各位可以放心去看。本次策展的团队是陈诗雨老师的团队，他就是春晚汉族小朋友那身衣服的设计者。今天又是穿明制汉服逛北京的一天，来都来了，就带着各位一起看看现场都展出了哪些好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北京民俗博物馆啊，也就是北京东岳庙。我背后的这个院就是中国传统服饰展的地方啊。大家在北京的来放心看，没有脏东西啊。一会儿我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去。我是2026年3月过去的，地铁朝阳门站下车，走几步就到北京东岳庙了。然后我们来到东岳庙大门口，花10块钱买票进门，发现内部的76司在装修。好在今天不是看他来的。然后我们一路往深处走，绕到最后一进院落，发现现场有很多学生来参加本次展览的开幕式。然后现场的记者老师还安排我给学生们讲了会儿汉服，而展厅的入口则在倒数第2进院落。现在开始看展。首先我们走进第一个展厅，汉唐气象。第一套是战国时期的菱纹紧身衣，菱纹指的是它外侧的菱形花纹，身衣则是衣服的类别，指的是上衣下长分别裁开，然后缝合到一起的衣服。现场展牌说，其文物原型是马山楚墓加战国帛画，毕竟马山楚墓出土的衣服下长的外边缘是直的，但这件是有些弯曲的，只是没像屈居弯的那么多。这足以说明它的原型并不局限于文物本身，只是没有提到它具体参考了哪些帛画。前脚刚收完屈居，后脚就看到了正八经的西汉屈居，它的原型文物是马王堆出土的屈居。现场展牌列出的名字是长寿绣屈居女装。长寿绣是文物中常见的纹样，由多种抽象花纹构成，现场可以依稀辨认出来的有云纹、卷草纹和龙凤纹，合到一起就是长寿绣。虽然现场说这是女装，但根据我观察到的结果来看，屈居的男女款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我也有一件屈居，也就是颜色花纹不同，其余差别不大。然后是一整套的初唐女装，这属于是我的知识盲区了，以后也不可能去穿女装的。现场这套是按照礼泉昭陵长公主墓壁画所复原出来的，高处挂的是浅黄花罗衫子，是以轻薄纱罗制成的贴身衫子，袖型是方便的窄袖，下边挂的是红黄罗间色裙，这是用2种以上颜色布料拼贴而成的裙子，理论上可以3色4色，实际上我并未见过那么多色的，大约是因为入坑时间短，所以见识少。左上角挂着一件淡红龟背罗锦半袖，粉色不叫粉色，叫淡红，半袖大家都懂，龟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指的是衣服上的6角形花纹。古建筑的窗棂上也经常会出现这种花纹，它是中式美学中的常见符号。然后就是唐代男装，也就是圆领袍了，同袍们几乎是人手一件。这件金色的是朱黄独科宝花锦圆领，宝花就是基于现实中的花朵所进行二创的艺术形象。它附近有一件大红对狮宝花锦半臂，这是圆领袍的常见内搭，半臂是可以修饰肩型的，感觉自己早晚得入一件。然后进入中晚唐女装，此时的衣服比以前更宽更长了。现场展出的宝花锦如衫，它那2个袖子就非常宽大。另一件是大红藤花飞鸟蜡鞋紧腰长裙，中间蜡鞋这2个字都是生僻字，它指的是当时的蜡染技术。这门技术从秦汉时期就有了，到唐代已经非常成熟了，只是中原汉文明断代了几百年，所以很多汉人都把它忘却了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这第1个展厅，然后我们进入第2个展厅宋明风雅。这门口还有个汉服换装体验，给小朋友试试还行，我这成年人就不太合适了。现场展示的第1套宋代衣服是大袖长裙女装，现场的裙子是浅绿百蝶裙，查了资料后发现它是百褶裙的一种，特征是左右各有一块不打褶的布，上衣是浅青花罗呢银大袖衣，这个袖子和晚唐画风倒是很像。呢银是一种工艺，也就是把银箔做的花样给粘在衣服上边，这就叫呢银。后面还有一件白绫衫子，但是基本上都被挡住了，反正是内搭，想来也不必细看，差不多是那意思就行。下一套是杯子百蝶裙女装，
这是宋制女装中比较常见的穿搭。高处挂的那件是浅青窄袖花罗杯子，杯子就是一种对襟的外套，一般都是罩在最外边。然后就是展脚幞头功夫男装，这里边出现的展脚幞头是非常典型的宋制汉服中的首服，但我一直不敢买，我就怕它这翅膀在地铁里打着人。现场展出了一件浅青莲花纹缎交领杯子，它在这个场合用来充当内搭，而穿到外侧的则是紫纱工服，这是一件圆领袍，现场还有腰带，把以上这些加到一起，就是一套非常典型的男性宋制穿搭组合了。下面我们进入明代服饰篇，第一套见到的就是道袍男装。道袍是明代男性的常见便服，并不专指道士的衣服。我身上穿的这件和他们就是同款，这叫博物馆一件我一件。现场那件对襟的衣服是深青云纱披风，现实中不太能用上，因为冬天不够保暖，夏天穿它太热，春秋两季基本没有，它就没有用武之地。而道袍本体则是一件浅青杂宝云纹纱道袍，上面的云纹是比较显眼的暗纹，这种暗纹可以为服饰增加高级感。然后是一套交领袄裙女装，上面那是一件水绿暗缎交领袄，但镜头下不太能看出水绿来，反而满眼都是金灿灿的花纹，像是佛教宝物和植物纹的融合体。旁边挂着一件马面裙，标识的名字是绿五湖四海仕女蓝马面裙，但谁能告诉我绿在哪儿，五湖四海在哪儿，仕女在哪儿？这件我是完全没看懂的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宋明服饰展厅。现在我们穿过院子，抵达对面建筑所在的区域，并来到第3个展厅冠冕仪轨。先看明制金镶玉蓝厅腰带，厅就是腰带带身的意思，因为带身是蓝色的，所以叫蓝厅。然后是明制公侯大红云头香鞋，它这个鞋的头尾都有云纹。云头这个名字大约是专指外形而言，看它这个料子的形状，穿上应该和普通布鞋差不多。然后是后飞轻细，网上可以买到同款的翘头鞋，但希望商家不要再用硬塑料做前面的翘头了，因为脚趾真的很疼。下一套是帝王赤系，这是古代最高等级的礼鞋，通常只会在隆重的场合被穿出来。下一件是明制永乐皇后9龙四凤冠，从侧面能看清上边9条大大小小的龙，而四凤则平铺在它的腰部，均是由金线围成，与点翠背景相映成趣。这个要是仿制起来，工艺难度是很大的，想把这么多繁复的零件固定住，让它不往下掉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另外别漏了皂罗蛾子，按照明会典的要求，皇后9龙四凤配套的皂罗蛾子，其特征为描金龙纹，用珠21颗，和眼前这件是高度对应的。然后是明制永乐王妃9狄冠，这是皇妃和亲王妃的礼冠。狄字读作狄的时候，一般指狄鸟，也就是长尾野鸡及其二创艺术的形象。眼前这件冠上的装饰，很明显就是用了狄鸟的二创艺术形象。再往后是明制命妇7狄冠，它的级别要低于前面的9狄冠。仔细看它前面装饰的雀鸟，一共7只，这就是7狄冠的意思。下一件是明制官员乌纱帽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。如果你要配一套明制官服，自然就要配一顶乌纱帽，但是我没有买明制官服，自然也没备办它。然后是明制万历公侯龙巾，这是官员在祭祀的时候所用的首服，经常搭配祭官服出现。去年有一位同袍喊我拍群像，就给我介绍了祭官服，他所配备的首服就是眼前这一种，而旁边用来展示的照片穿的也很像是我去年见到的明制祭官服。再往后是明永乐亲王9留冕，它是古代中国的亲王级礼冠，难得遇到一件有实物留存的。看过我山东省播视频的老粉都知道，它这件的文物原型明显是鲁荒王朱檀木所出土的那件9留冕实物。最后是明制永乐皇帝12留冕，因为皇帝的级别是高于前边亲王的，所以前后垂下来的玉串，也就是留，就会比亲王多3串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讲冠冕的第3展厅。最后我们来到第4展厅40流变，讲的是不同时令的衣服。第一套对应元宵节，名叫仕女宫灯通袖袄，高处挂的是元宵白帝仕女宫灯云间通袖女夹衣，胸前的宫灯纹路中写着平安和吉庆。另外我没见到头肩位置加了额外的布料，只有一些花纹，难道这就是明云间吗？下面是一件蓝地遍地金宫灯纹马面裙，宫灯纹很好理解，多数花纹都是宫灯形状的。
遍地金则是指织物以金线为底，最终织成这种金灿灿的背景。下一套对应端午节是爱虎纹道袍，爱虎是端午节的驱邪之物。眼前的端午大红五毒爱虎纹纱道袍就将爱虎纹活用到了服饰上，其中大朵的花纹都是一只一只的小老虎，而在这些大朵花纹的周边还有蜈蚣、蟾蜍之类的五毒纹。另一件重点展示的是端午五毒爱虎补子，补子说的是中间这一块方形织物，上面就有2个爱虎纹，衣服则是一件方领上衣。我对这个比较陌生，因为我还没有方领的汉服。第3套对应的是中秋节，上衣是月宫补玉兔纹女夹衣，下长是中秋皇帝嫦娥玉兔纹马面裙，中间这段的纹路描绘的就是嫦娥的形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玉兔在哪儿呢？它就在最底下那层，俩玉兔中间那个圆的像是个大月饼。最后一套衣服对应的是冬至，这边展出的上衣是白帝鸾凤阳生补女夹衣，那么补子上的那几只鸟必然就是鸾凤，而鸾凤中间的那些树枝和绿叶想来代表的就是阳生了。然后是青地松竹梅纹马面裙，这个颜色和花纹都能对得上，但是马面裙的外观和我刻板印象里的马面裙相比还是素得多了。至此我们就彻底逛完了这个展览。根据我个人的观察，现场展出的这些衣服对汉服同袍们来说并不陌生，这都是比较典型的款式，很多人都能做到博物馆一套我一套。但凤冠之类的手服就不一样了，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所以适合发展成未来的手工项目。一旦成功为自己做出了一顶凤冠，那成就感也是无与伦比的。而对于待入坑的准汉服人来说，这个展可太适合他们了。如果谁想要入坑汉服，那么直接现场抄作业就行了，比问来问去要省事得多。何况现在的天气已经温暖起来了，正是适合穿汉服逛北京城的季节。不妨穿上汉服，走遍街头巷尾，让这份失落的美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。正所谓伟大复兴，衣冠先行，这便是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所要亲身参与的一段历史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